是上天在怜悯，时钟转啊转，把你带到我这里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，缘分转啊转，把我带到你那里，一档档接的题，辗转轮回相依。嫂子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我跟他有些家事要聊，你先走吧。嫂子，您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报啊！顺便把那些记者也叫过来，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好好聊聊嘛。不用报警，去酒店把保安叫来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请走。是。汪西宁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分居了，我跟谁来往，你管得着吗？我是管不着。律师们还在谈判呢，这也是现在媒体最关心的话题。小朋友跟的时间太短了，就凭这几张破照片，还动摇不了你良好的社会形象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我手上还有你上千张照片和1T 的视频，内容有多精彩，你心里明白。我会让律师跟你谈。好啊。反正从今以后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了。邵先生，走。滚！走。你什么目的？我儿子，我不希望我儿子长大以后，在网上看到有关他生父的丑闻。我不希望他在旁人异样的目光中长大。其实这些照片和视频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把它交给媒体和律师。我不想为自己争取离婚的砝码，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一旦交出去了，将来伤害的就是他。但是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一次一次触碰我的底线。你提条件吧。明天我会把默默接到我的身边，我方律师提出的离婚条件，你必须无条件的答应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以后再让我看见你身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我眼前跟着我，后果你懂，懂吗？帅呆了。哎呀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喝一杯。难道不是吗？开车，开车。自商代起，中国便有了原始瓷器。随着大唐这个强盛王朝的对外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，中国瓷器的影响也开始遍及海外。
成为了对世界文明的一项重要贡献，中国也成为了世人眼中的瓷器之国。眼前的这件是5代越窑秘色瓷莲花碗，秘色青瓷莲花碗由碗和盏托2部分组成。碗为直口深腹圈足，盏托形状如豆，盘口外翻，束腰圈足外撇，7组形态各异的莲花如浮雕饰以其上，器形敦厚端庄，釉色温润如玉，被专家们一致认定为5代越窑青瓷佳作，在秘色瓷中艺术十分罕见。看，过了。谢瑶，拍对面。辛苦了，涂教授。谢谢。接下来是清雍正款斗彩牡丹蝴蝶盘，还有康熙款斗彩海水龙盆的介绍。泛泛而谈没有意义，不如专讲斗彩海水龙盆，谈谈明清不同时期龙纹瓷器的变化。龙纹的变化，不同朝代龙纹变化很大，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也有很显著的区别。对比一下乾隆抹红青花海水龙大盘，你就明白了。哦，我想就这次大展的唐三彩再做个专题，不知道陶教授愿不愿意帮我？为什么不呢？我同于再早存在竞争关系。我不太明白。你们不是在交往吗？谣言。我也觉得，陶教授肯定不会欣赏那种……哦，我是说鱼边岛有点太特别了。你刚才说要拍唐三彩啊，对对对，唐三彩。我有准备一些台本，您可以先看一下。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，咱们可以再沟通。好。大家请。这些是刚刚冷却完送过来的仿钧窑的作品，本来成品率就低，杨万老师要求很高，如果他不认可的，一律砸碎，是不允许被流到市面上面的。杨婉，采访的时间到了，别让人家久等了。杨安老师啊，对待工作非常的专注，不理人的。我先带你们进去吧，里边的展厅有很多很优秀的仿古瓷作品。小鱼，你跟摄影师先进去。啊，先布置一下，好吧？轻拿轻放啊。这不是作秀吗？没问题。打乾隆朝的时候，杨家就是做仿古瓷的，可以说是家学渊源。杨万老师12岁开始跟他父亲学艺，一直都这样。对不起啊，肖先生，这艺术家跟常人的头脑可不一样，你们的猜测往往都离题万里。稍等啊，我再对一下。听汪姐说，肖先生是大学教授，那您是研究古代瓷器方面的吗？其实我是学数学的，
跟他的专业没什么关系。哦。哦，冒昧问一句，您二位怎么会走到一起呢？好多人都好奇这个问题。我和他算是青梅竹马吧。这不是杨婉老师的作品吧？这是杨婉5年前获奖的一个仿汝窑作品，你怎么觉得它不是杨婉的作品？因为作品最能够体现创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人物性格。你又把采访的人丢在那儿了？王希宁本来就是你的朋友，你去接待最合适。有些作品是为商业做的，有些作品是为参展做的。这个房间里绝大部分作品是为我自己做的。当时家里出了些意外，情绪受到很大影响，作品的风格变化也很大。走，带你去那边看看。这个是仿宋钧窑古丁3组喜，是我早期的作品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件。它器如古形，受音律之美，3足托以如意，去吉祥之兆。它喜内的天青色和喜外的玫瑰紫融为一体，华贵却不失典雅。走，去那边。导演，您的开水给您加好了。好，放那边，谢谢。为了寻找天然开采的优质胎土，我们杨老师啊，经常会全国各地的到处跑，平时都不爱接受采访的。你们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。是吗？干什么？啊，我们杨老师这会儿正在配制釉料，非常考验制瓷者的水平，釉色掌握的不好啊，永远都做不出好瓷的。是汝窑啊，但杨老师好像对仿钧窑更为精通。谁说啊？早期的钧瓷与汝瓷颇为接近，就像是双胞胎似的，业界才有钧汝不分之说。我们杨老师钧瓷做得很出色，但是这些年来在国内外获奖的几乎都是汝瓷作品呢。哎，这怎么这么热啊？有空调吗？哦，那我帮你取来。小梦，哎，来拿着。好嘞。肖先生，肖先生，这我们什么时候？很不好意思啊，您的个人采访应该是要推迟了。这样，我们可以谈。
这个不是。3。发现了什么？看得这么入神？编号03，编号06，编号12，编号29。这些都是杨婉在国际上的获奖作品，但正是凭借这些作品，她才年纪轻轻在这个行业里面声名鹊起。你很有眼光。这些都不是他的作品。你对瓷器懂得多少，就该这么断定啊？直觉。杨婉的作品，或冷峻锋利，或瑰丽多彩。其实我也一直认为，锋芒毕露、光艳夺目，才是他追求的艺术审美。可就因为这几件作品淡雅温柔，就判断不是他的作品，着实有些武断。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的变化。再说作品和性格的反差，很多喜剧表演艺术家本人却非常刻板严肃呢，凡事都有意外啊。我可不是在同你开玩笑哦。我知道了，我们早都很认真呢。啊，好了，回去做正经事吧，走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……原来你在这儿啊！还找你呢。肖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大教授，他是您朋友啊？于编导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拍摄的时候总喜欢四处走走看看，寻找一些拍摄灵感。还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我的太太呢，就不喜欢别人在工作室里面到处乱走，而且这是一个放杂物的地方，又脏又乱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如果你想到处走走，我可以陪你到处看看。肖先生，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？原来如此，你们是想了解关于他的故事啊？这件天青釉瓷碗色彩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就像那句诗词，怎么说来着？
雨过天晴云破处。对，那么的莹润纯净、温柔内敛，跟杨老师的风格大为迥异。他应该更偏向与此同时期的那件作品才对吧？杨老师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给你看个东西。她叫杨璇，她是杨婉的双胞胎妹妹。她在致辞方面的天分非常的高，我的岳父大人也把杨家仿古瓷的绝学全都传给了她。当然，她在这个行当里面也大放异彩。但是很不幸，在8年前，她在一次登山的过程当中遭受了意外，人已经去世了。那件作品是杨璇创作的。肖先生刚刚说过了，杨璇小姐在8年前已经过世了。杨婉为了纪念小璇，也转向开始研究汝窑。她非常的拼命，她非常的……但是那件事给她留下了太深的心理阴影，让她无法专注于创作，很久都没有拿出令人满意的作品。就算是这样，她也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倔强、固执，让你无可奈何。这就是杨婉。除了外表，她处处和小璇截然相反。正因如此，她始终觉得在父亲的心里，她永远比不上早逝的妹妹。夏璇离开了之后，杨婉受的打击很大。那段时间成夜的不睡觉，把自己关在了工作室里。这件作品就诞生了。这个作品里面埋藏着杨婉对小璇的全部思念，一切都是为了纪念她。哦，我学校里还有点事，告辞了。多谢。那天他们是一起上山的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真是个感人的故事呢。走吧，去拍摄。OK 了，是要换个角度。文柱还没到啊？已经在催了。一会儿说昨天通宵拍戏，一会儿又说半道上堵车的，你问问他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如果真的有心，为什么不干脆早点出发，直接在车上补觉？当我第一天做这行是不是？真对不起。也不是你的错，是对方工作态度有问题，你再催一下。好。
也没哪儿，咱们这儿还有文州的外景，到时候转场去影视城，还有戏中戏的部分，能来得及吗？我已经让淑荣在现场待命了，必须来得及。好了吗？好了，马上可以拍。拍了。仿古词风行于宋，繁盛于明清。其实，在明代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的仿古词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。可是如今却有很多人都认为，仿古就是照搬古词，这完全就是特别错误的看法。真正好的仿古词，是需要去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，还有时代的特色，那就更需要艺术家的思考和创新。陶唐，到底接了谁的电话？不打招呼就走，这个人这么重要吗？哎，受人之托，家里寄养了只宠物，疲于奔命，没空陪你打球。宠物会打电话吗？我家的会。那我想见识一下，什么宠物啊？猫？比猫可凶猛多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事儿求你帮忙。好了，明晚陪你打球还不行吗？那还差不多。阿卡，收工，今天到这儿啊。辛苦了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杨老师，您辛苦了。我想邀请您和所有的工作室老师一起吃个饭，不知道能否赏光？来给我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还邀请了古词大师黄老先生。黄先生也在。我们确实也好久没见了。今天通告也别弄乱了啊。好的。那让我回家换身衣服吧，穿这个实在也不合适。行，那我们先过去。好，一会儿地址发给您。叫上肖先生。这边道具也收一下。行，走。我帮我车上帮忙。一会儿你也来。哦。这边还有个架子。母导，辛苦辛苦，一起吃饭。好。哎，小鱼，拉你过来。搞定了。来，我来，拿着对吧？哎，走吧。我觉得这家很有意思，有机会跟他们聊聊，能聊出很多故事来。那您怎么不跟汪姐多聊聊，化解一下误会？打住啊！木导，汪姐昨天给我打电话约我喝酒，右腿伤口开裂了，又送到医院去了。该，喝不死的。小冉，你走吧，我再拍张照片。哦。哎，小朱。哎，木导。你跟王心宁在一起吗？那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汪姐昨天伤口又流血了，去医院做了治疗，没什么大碍，现在已经睡下了。我正在给汪姐煮粥，需要我叫醒她吗？不用，没事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上次拍摄的时候那个雨伞是在哪儿买的呀？你发一个购买的链接给我，好吧？啊，好的，没问题，一会儿发给你。行，就这事儿啊。好，再见。陶教授，打扰一下，2个月前杨老师要筹办艺术作品展览，向我馆内借走了中国出土瓷器大全、东方陶瓷艺术作为参考。我刚才看杨老师在忙，出来的时候没有见到他，你能否帮我把书找一下，顺便帮我转达一下？好的，陶教授，那请您稍等一下，我去工作室帮您找出来。谢谢。
想进去看看吗？我就知道。哦，闭嘴。在这儿等着。真是。顾总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陶教授还没到，我在这等他呢。他有事儿，晚点来。于编导也没来呀？你说什么？他也没有来。我突然有个急事儿，你跟舞蹈说一声，杨老师他们来了，先应酬下。哦。您是？她叫小璇，她是杨婉的双胞胎妹妹，但是很不幸，在8年前，她在一次登山的过程当中遭受了意外。杨璇老师。和我们一起守望、传承。陶瓷其实是陶器和瓷器2种东西。陶瓷是一门土与火的艺术。陶源于土，成于器，成器之前经历了搓磨和摔打。陶相对来讲，它一个颗粒度比较粗，含铁量比较高，一样是带灰色的，或者黑色的，或者红色的了。瓷的话一个是白的，一个是比较细腻的，一个是剔透的。所以说，我们都叫瓷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喜欢喝茶，也做茶，可就是碰不到合适的好茶器。后来我想，干脆自己来做吧。
做陶瓷最重要的是心静，大开大合，跟火息息相关。心要是不静，就会醒性。那最早的几批瓷器烧出来，老是觉得说不对劲，我亲手把它砸碎了很多成品，不破不立这个习惯，那阵子就养成了。其实把不好的瓷器砸掉的话，本来是想砸出信心，砸出决心，就讲一心就想好好的做陶瓷，才是我们作为一代工匠所要追求的。陶瓷有陶瓷的语音，如果你喜欢一个杯子或者一个小碗，一定有其中的道理，或是造型，或是图案，或是用命。要是我们把这种喜欢传承下去，那陶瓷的语音就不会丢失。其实每个人对创作的作品的理解是不一样，就包括我做这个永定绿寿的时候，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都融入到一件作品。狮子的开礼代表的是我们大国的风范，金鱼的尾巴去代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幸福、愉悦、和谐的年代。你看，我们用的是一个龙的身子，龙是中华的图腾，是个永恒的延续。七彩鹿的鹿角，它讲的是一个抵御、守卫、健康长寿。包括那个耳朵的话，地听之心，心听万物，情系苍生。这4个角的话，是用一个鹰的爪子，非常有抓地力。因为我们这个大时代讲的是什么？叫踏石有印，抓铁留痕。陶瓷在世上已有了8000多年的历史，对个人来讲，再多的经验和体悟也都是一知半解。在陶瓷的面前，我就是一个小学生。我尝试过各式各样的器具，总希望有所创新，希望陶器能被更多人喜欢。其实我自己还是最喜欢拿着茶杯的感觉，有一种稳固可靠的陪伴。别人用的时候知道这道茶具是用心去做的，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叮当琳琅花色香，灯将玉浆钟表彰。此曲放满腔，歌词绚烂香，同饮着一条江，各泛出几层浪，分章如霜，披披望，明堂虚香为红墙，钟鸣有两方，非无法去敦煌，在故人的地方塑造谁的模样，用一声长语出千古绝唱，让专注浇灭这